我赖刚刚才有一个观众在问哦，最近家里要处理9位数的现金，那买高雄要买什么？我好可怕！我先说我是阻止他了，我劝他留在他在地的台北市找，就找那个台北市房地产去研究，不熟高雄不要硬买高雄，真的没有关系哦，因为我心里想这个本来就不缺钱的人来高雄，把我们这种凡人的机会都排挤掉了，真的有什么好处吗？我是真的喜欢高雄我才南漂到高雄生活，那我当然就买高雄的房子来住我户籍都迁了呢，再加上高雄房地产给我的回报让我更喜欢高雄，然后我就拍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就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我是希望你如果要买高雄你喜欢高雄你才来买，喜欢高雄你再来买，不要单单只是因为钱啊。你有听过自己买房子，结果还跟人家租房子的事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子不杀价好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出租，那你自己在租屋是好主意吗？这个问题是一个观众跑来问我的，就是他现在自己在台北租屋，然后因为手上的钱买台北是不要想了，所以他想要在中南部买一间房子来自产那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可以因为客观来讲，如果你投资股票，你还是一样要付房东房租嘛，所以你本来付房租的钱你就省不掉，所以你只要有算过扣掉房租跟房贷，你还是可以过活的话，的确是可以这样子做。我也知道有人会说，你应该再撑一下，想办法把买台北的头期款存起来，这样以后就不用再帮房东付房贷了。对啊，我就问你，现在你要买台北市的房子一间就是3000到4000万，头期就是600到1200万。那请问你现在在只存200万的情况之下，你要再存到200万总共400万捏在手上，你要多久？你存到你还买不起，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很多台北人都跑去买中南部自产？不要说我唬烂你可以自己来高雄，随便抓一个房仲问，现在真的很多台北人来这边买房自产。原因也很简单，就 CP 值高啊现在2024年你1000万在高雄，你还有机会买到电梯3房，你知道吗？在台北只能买到小套房那我知道现在就会有人问这个哪有差多少？我跟你讲差很多因为电梯3房它涨幅之大那个是小套房无法比拟的。来，你看这张图近5年来的3房涨幅35.9%。套房的涨幅17.7%电梯3房的投报率就是小套房的2倍以上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是买套房来出租你要装潢那这个因为小套房的租客他就怎样，他就是要一卡皮箱入住，装潢要多拿个50-100，这又是额外的开支。如果你买的是电梯3房说不定你空屋人家也 OK 因为电梯3房的租客它特性的关系这个不解释了，所以当然是买电梯3房更加的迷人反正你要自产就自电梯3房你又不是要自己住那买在高雄还是买在台北有差吗？你说高雄难管理请问要管理什么？我们自己在租，我也不知道要管理什么现在高铁真的很快你去高雄就1个半小时而已那偶尔你跟那个高雄的房客签个约，都约在高铁那这顺便观光有什么不好？最后你要知道，先租人再自住好吗？我知道现在有个剧本是这样，就是你存款你购买3房2厅，可是你现在并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你买一间3房2厅来出租，然后自己去跟人家租套房，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你中间的差额就用来补贴的房贷，这个剧本看起来是没有问题但有个重点是你要放得够久才会划算。例如你3房2厅的房子租人家23000，然后你自己租12000那这个地方会出现的问题是这样：假设你预期3年以后你要换房子那你实际的差额也不过是11000乘36个月，就40万左右，而这40万真的是杯水车薪。那你要负担的风险是什么？就是租客可能会弄脏你的房子，结果你要入住的时候需要把这个装潢重新改一次，就把40万咬掉了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你买这间房子你就一直出租，租到你觉得差不多要换房的时候，看你要不要装潢或者你要直接空屋把它卖掉那卖掉之后那个钱拿去买你自己喜欢的房子，然后需要装潢的时候你就发动装潢贷款这样算起来其实是比较划算的。好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买房出租，你自己在租屋，这个是个好主意吗？
我先跟你分享一个观众的问题，因为他买不起台北的房子，所以买一间中南部的房子来投资。那我的建议是，只要你确定你负担得起，那就 OK。因为同样的头期款，高雄可以电梯3房，那台北大概只能买到套房而且是中古套房。但是电梯3房涨幅之大这个人家功课都帮你做完了，小套房真的比不上，所以它的投报率一定是比较好的。那我也建议你，如果你的剧本是先租人再自住的话，最好放得够久才会划算。如果你只放2-3年，可能你赚到的差额还不够你重新装潢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过其他买大间的去租人，自己住的比较差的做法吗？还用租的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还是说你自己就是这样专业如果你想要知道各种买房的策略，记得订阅加分享影片到你的群组赖群组 A 片群也没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以后我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给你。讲八卦，你当然搭过高铁吧，对吧？你知道台北的钱只要1.5个小时搭高铁就跑到高雄来买房子了吗？我现在要平衡报道我前面讲的好像是鼓励大家来高雄一样，平衡报道不是说我的观众们看了买房阿元影片都这样子做，而是我在高雄看房子的时候，已经常常看到台北人。这台北人一定不是开车下来的啦，都是搭高铁下来的这就衍生2派看法。来，第一，土生土长高雄屏东人，其实就很痛恨这些来抢高雄房子的台北人。第二，台北人被痛恨的时候，还觉得哇，高雄房子真便宜，好香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对与错，毕竟你台北人买高雄房这个行为就是合法的只是连我在看我都觉得有点畸形没办法台北房价就是这么的高不可攀，你要自产不是不行而是同一笔钱跑到中南部的效率比较高，可能可以自产2间到4间这是真的我赖刚刚才有一个观众在问最近家里要处理9位数的现金，那买高雄要买什么？哇，好可怕！我先说我是阻止他了，我劝他留在他在地的台北市找就找那个台北市房地产去研究。不熟高雄，不要硬买高雄，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心里想这个本来就不缺钱的人来高雄，把我们这种凡人的机会都排挤掉了，真的有什么好处吗？我是真的喜欢高雄我才南漂到高雄生活，那我当然就买高雄的房子来住我户籍都迁了呢，再加上高雄房地产给我的回报让我更喜欢高雄，然后我就拍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就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是希望你如果要买高雄你喜欢高雄你才来买，喜欢高雄你再来买，不要单单只是因为钱投报率这些东西你就跑来高雄跟我们抢房子。那个有钱乱买高雄的台北人我说真的，你们被高雄人讨厌刚好而已那台北人心里在想什么？台北人心里想是台北市自产的门槛就高成这样，高到这笔钱可能5年之内都没有什么投报率可言，那就搭个高铁睡一觉就到了台南、嘉义、高雄这种1坪还有20-30万的地方，水往低处流嘛，钱也是往低处流嘛。我人微言轻我无法阻止这种时代的变化，我只能够尽量呼吁说，台北人你真的喜欢高雄你才来考虑自产高雄不然台北有钱人的钱数十亿的现金，这个高铁自产专车这样冲进高雄，这到底对高雄是好是坏？我当然是很爽我已经在车上了，你帮我抬轿，我有什么不开心呢？可是我还没上够车慢一点嘛，你再慢个3年5年，等我上完，你们又要来再来嘛？真的是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
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自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那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自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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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你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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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